开电动车特别的省油，但是一点都不省时间。我今天要从深圳打车打到广州，现在呢，我们叫了个网约车，我们在这边在充电，在补电，然后在这边在补电。这边10点钟以后，这边的电费要变成了多少一度啊，师傅？1块7左右了，变成了1块7。10点之前是8、9毛。8、9毛。哎呀，电动车确实非常的省油啊，但是麻烦啊，不省事。关键啊，这个品牌的电动车现在充满一次电只能跑个260、270，而且呢，你还不能帮它跑结束，你还给它留一点。对。哎呀，你说这个电动车真好，真的非常的省钱。对面这边这是台小鹏，我也理解不了，开电动车的人难道都这么闲吗？动不动跑出来充电，我有的时候我确实理解不了，这个开电动车的人真的都很闲啊。反正现在10点之前电费比较便宜，大家都出来充电。10点之后电费贵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开电动车我觉得真的啊，非常的省钱啊，省钱，抓紧时间去买电动车。我买我的油车，马上10点了，师傅要把这个枪头给拔了，因为马上变成1块7、8了。不仅如此，在国产新能源车上还会遇到各种危险的情况，有网友就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我这一款车是2021款比亚迪宋 Plus 旗舰 5G 版，我现在这款车正在行驶过程中，它的仪表盘突然不亮了，时速也看不见。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包括它的所有的行驶信息全部都没有了。车机我也重启过，包括整车断电重启我都试了，并没有用。我们现在再重新重启一下，把刚才试过的方法都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好，我们先靠边停车。目前看到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我们先重启车机。通过这个屏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车机正在重启，但是左侧仪表屏并没有任何反应。正常来说，它俩是同时重启的。好，我们现在整车断电。我们正常下车再上车，模拟一下正常停车。我们现在都下车。好，现在锁车。可以看这车现在已经上锁了，里边也都已经黑了。好，我们现在解锁。上车，启动。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仪表屏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车子已经启动。这段影片在网上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毕竟21年的车现在都24年了，出问题是应该的。再过3年就要报废了，能开就行，仪表盘也不是非要不可的呀。现在国内比亚迪如日中天，而且在网上也有很多奇怪的言论。如果说比亚迪宗教品牌的水军脑残也就算了，有很多偏向比亚迪的车评车人是怎么看待他们家这个车辆有问题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大概就把意思给你们念一遍，说他们家的这个某一个 SUV 降价以后销量增加，网上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新闻，比如说什么失速啊、自燃呐、下坡刹不住啊等等。然后这个车评人想跟大家说的是啥？说就是诸位你们看见的这些视频啊，都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很多博主为了挣钱毫无底线，是他们故意弄出来的。我看完这段话以后，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相信这样的言论，如此炸裂的论点，还有那么多人去点赞，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的可怕。当然啊，这个不一定是主机厂受益。
我觉得主机厂的公关部、营销部在傻，也不可能拿这种论点去当营销啊。可能有些车评人啊，跟主机厂有些合作关系，为了混淆视听啊，带节奏，把这些负面新闻往下压一压。但是你架不住它多呀，有多少车主当时要想到了被封杀的车评人王悟空，结果没多长时间就理解王悟空。最后现在成为王悟空啊！现在有很多人想把王悟空再放出来，所有说的故障点一个接一个全部应验，还有一帮大聪明啊，关于失速的问题，在评论区教车主应该怎么设置保电啊，说车主跑的失速都是设置的不对。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个车在出厂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吗？是没有验证到这一点吗？需要用一帮大聪明来教车主吗？最可笑的是，你现在从抖音上可以搜出车辆怎么设置保电不失速，哎呦我的妈呀！是的，我们的豹五失速了，突然双闪，踩油没有用。仪表盘提示右下角小红书 iDat 3关是家属非网图。踩了一下啊，你居然没反应过来。没有反应，无法开启车内空调、双闪车灯，只能在寒冷中等待。使用了车顶的 SOS 求助以及24小时服务电话，联系了事发最近157千米外的银川 4S 店。他们帮忙安排了拖车，在3个多小时的等待中，车子无法启动，无法开启车内空调，无法利用车灯示警。于是，在过往大货车带来的一阵一阵的倾斜风以及后怕中，只能等。车主表示，由于车子无法启动，上拖车的时候调整了多次，上车后人已经饿得不行，只能吃点拖车师傅自带的枣子充饥。他还感谢银川方程豹售后的周经理以及他的团队。周经理在店一直等我们到12点半，并且帮忙送到酒店，甚至还讲解了怀远夜市。维修团队也一直在尽心尽力帮忙协调解决。那么现在是什么状况呢？由于我们是旅途中出现问题，车子在运回杭州途中，目前在与杭州售后沟通中。但就问题解决的方式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虽然已经被认可，车子问题与驾驶方式无关，但目前的解决方案都有一种买到品控差的车，你就自认倒霉的感觉。在此事发生之前，我们也对这辆车非常满意，它满足了我们的日常需求，我们平时都是叫它小豹子。杭州下冰雹，我会想要去盖一下车子。改车改避震，它也曾经承载了我们看世界的梦想，想要带它一起跨越山海。我们也是比亚迪老车主，上一台车是宋 Plus， 总里程4万公里，谁能没为国产车感到骄傲过呢？2023年9月23日盲定了豹五，2024年1月21日我们提了车，距离失速还有252天。虽然家里反对盲定，但也慢慢臣服于对小豹子的依赖感。我们换了轮胎，还在规划家行李架测账，但全然不知后面会失去这份安全感。在我们提车半年08天的时候，豹五降价被刺车主，所以爱的方程豹，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盲定韭菜的吗？如果你没有被打断旅行，甚至请休假时的第2天就被影响了心情。如果你没有被搁在大路上，伴随几十吨大货车呼啸而过带来的车身晃动，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怕被冻死。如果你没有千里迢迢的到阿拉善英雄会，但是到了现场只能看不能玩。如果你没有被暴降5万收割，并且没有拿到任何解释。如果你的豹五没有任何品控问题，那我真的羡慕你，一直幸运躲开了这个品牌对消费者的所有背刺。那些准备买豹8的车主，豹五车主祝福你们。可以从车主自述中看出对比亚迪的很多无奈，无脑宣传的后果不仅仅是在冷风中饿着肚子等待几个小时，还有可能会丢了小命。之前我们频道说过的沙漠越野翻车被抬上了直升机。之前有比亚迪的水军洗地表示，方程豹官方安排的救援很给力，直升机一次就900块钱。可是并不是那么回事，实际情况更加的荒唐。这个就是 SOS， 是在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紧急时刻救命用的。但是有些颠覆神车你用它的时候得先扫个码付了费才行。前几天那个方程豹在沙漠里的事故应该大家都看到了，下大坡的时候 ABS 介入刹不住，撞击导致副驾腰椎
爆裂性骨折。早就有人跟你们说过 ABS 弹脚刹不住，就是不听，非得相信那帮上良心闭眼吹的。我不知道广大爆友还记得第一个提出 ABS 刹不住弹脚的问题的人是谁不？就是被你们打倒那位。你们当初可是比谁骂的都凶。我看到依然还有好多博主在为这个事儿洗地，就是跟大家说，我们都能刹住，言外之意就是车没问题，是车主的问题。咱能不能不要那么上良心误导人？就像坦克的车也一样，也不能拔 ABS。虽然说它调节的介入灵敏度比方程帽要好很多，但是也不能完全100%避免介入。一旦介入，它就需要通过缓踩刹车才能把车站住。你要是长期玩得又狠，你就需要去装一个 ABS 开关，把它100%断掉，以防万一。我们得正视问题，为了流量也好，为了蹭厂家吃厂家饭也好，你宣传一台车都好，甚至夸大点吹点牛逼，这个都不犯太大毛病。但是这种事关人命的东西，咱就不要去误导人了。大家需要的是你给大家做一个正向的引导，而不是说一味的愚弄大众。最后再说一下这个 SOS 啊，它是关键时刻救命用的。激发它有2种方式，一是咱们自己手动去摁一下，第二就是当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你不用操作，它会自动接通来询问你是否需要帮助，是否出现了严重的事故。关键时刻救命的东西，颠覆神车当你摁下以后，它会先跳出来一个界面，让你扫个二维码，先付了费才能接通。你让我说吧，咱理性看待，您这玩意儿吧，本身就是有服务费的，收费没毛病。但是你能不能提前告知一下你的车主，提前把费付了啊？不要等到人都快废呀，需要他的时候还得扫码付个费。这人还能动能操作，那人要是没这意思咋弄了？咱就等着看那帮上玩意儿这回该怎么洗。有人就表示，当你买一个宗教品牌的汽车的时候，你真做好了入教的准备了吗？我们经常刷到有一些品牌的这个车，高速上忽然间失速。我觉得正常的一个人类，他不懂车的，他应该从抖音上搜一下为什么汽车会失速。但是作为一个宗教品牌，确实不一样，尤其他这些自带信仰的宗教水军。他们是如何看待失速这件事儿的？就发现这样的一个评论，那是相当炸裂。他是这么说的：我最近刷了10几个这种视频了，搞得跟真的一样，还都是真人出镜，而且失速的时间出奇的一致，全部都是9月30日开始，有的是新号，很明显有几个看着没啥问题，但是多看2遍就发现不符合正常正确。出现问题，一个人该有的表现，车辆失速第一时间拍视频发抖音，当天连发好几条，而且车辆失速了，车主表现的是非常开心，一个5分钟视频从头到尾都在哈哈大笑，就像领导安排的工作完成了的那种开心。我不知道这哥们有没有车呀？你要不你下次从高速上你试一下几秒钟从120掉到0是什么感觉？你去以身试法，你先试一试。还有我提醒这个宗教品牌的车主啊，以后你们车辆出了问题，尽量控制一下表情管理，尽量能哇哇的大哭，能哭出声来啊，最好是连续哭几分钟。还有就是车出现任何问题，大碎牙往肚子里面咽。不要发视频维权，因为你只要发视频，你看见了吗？你就是注册的号，你就是故意黑，你就是有商派来的，你就是有人故意让你买这台车，花了好几10万，促进了一个民族信仰，完了出了事儿，还被别人嘲笑讽刺的车主，你真的做好了买东郊品牌的准备了吗？我也不知道这个群体他们是怎么想。如果车没有问题，拖到 4S 店，4S 店为什么要给他索赔东西呢？为什么还有保密协议加上1万块钱的补偿呢？是主机厂没有法务部，还是小看了我们帽子叔叔的破案能力？有伤他娘的喊了4、5年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这些车企的无脑营销，在抖音的平台上发布了一个榜单。这份榜单绝对超出你的认知。2024年1到7月份。抖音平台典型行业商业软广投放费用 TOP 10的品牌，咱们主要看一下交通工具类。提前说明白，这个商业软广指的就是在抖音平台呢，品牌方的跟达人之间的广告合作，就是我给你钱，你给我打广告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抖音上的广告内容。排名第1的呢是理想汽车，一共花了7300万。理想果真是财大气粗。当然了，理想在各位车评人口中那必须是一片好评。你们说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第2名让我非常的意外，居然是上汽通用的别克。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就没有怎么看到别克在被车评人去说，也没有看到别克有什么广告的。这个有可能是中间商吃了回扣了。
4000万花在了人情世故上啊！第3名的小米汽车，这个让我感觉很意外，3900万的广告费用确实不少。我以为小米都是米粉而为爱发电，没想到居然也是这样，怪不得我10年老米粉都混不上小米车，原来是有原因的，不只是因为热爱，还有关系啊。第4、第5名呢是小鹏跟阿维塔。这俩事情让我感觉到很意外，小鹏都穷这样了，还拿出3000万打广告呢。阿维塔就更不用说了，3000万广告费我感觉白花了，我都没看。看到他几条广告的内容啊，非常的意外。那让我感觉到最意外的必须是比亚迪，比亚迪居然也打广告，而且花了2900万。我一直觉得比亚迪都是迪粉们为爱发电，我很少见，除了专门说比亚迪的博主打广告的呀，难不成这2900万的预算都是专门给比亚迪账号的吗？这个东西仅作为咱们个人猜测啊。以下呢就是广汽传祺跟蓝图这俩品牌呢，还花了2500万，我建议啊，你们抓紧查账吧。我感觉250万的费用都没有去花呀。那最后2名呢，就是上汽的大众跟蔚来汽车，这俩车企也都花了2200万左右。蔚来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吃惊，我一直觉得蔚来的广告费用应该比理想还要多，没想到是榜单的最后1名。那我只能说蔚来太强了，花小钱办大事儿。真正的靠车主营销确实也厉害，发视频给点积分啊，积分也能换全花。车主呢是为爱发电的，同时又节约了营销成本，也不错。数据来源新闻一体库，截止到2024年的7月份，以上内容也仅代表在抖音平台通过官方合作看到的数据。仅只在抖音这一个平台的营销费用就如此之多，还有其他地方的营销可想而知。国产车吹牛逼的费用还是应该节约一点，学人家特斯拉，1毛没有。感谢观看到这里，谢谢您的支持。哎，告诉你啊，今天还是没有饭吃啊！918，你个日本狗，别出来啊！出来就揍你！听着动静。给日本狗。